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 OneNote 翻转学习平台，来看看如何在这个平台里面建立您所需要的课程与教材。进入 OneNote 之后，您可以看到的功能表有3个部分，有发现、课程和群组。发现的部分是属于公开的，也就是只要登录 OneNote 平台就可以看到，里面包括了单一个档案、别人的课程或是别人的班级。那您如果要属于建立自己的，就必须进入到课程或是群组这2个选单，来建立自己的教材档案或是建立自己的班级。我们这次是以课程为主，所以待会我们就会进入到课程这个地方来跟大家做介绍。进入课程功能之后，因为我们目前并没有任何的课程，所以请按下这里建立一个新的课程。接着呢，我们需要建立至少一个主题。这个主题呢，就类似我们资料夹的概念，也就是待会我们所有的这些教材都必须放在一个主题里面。在这边呢，我们先建立几个主题。建立完成之后，您还可以透过拖曳的方式直接调整这些主题的排序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在 OneNote 里面加上 YouTube 的影片。只要贴上影片的网址，您就可以轻松的把 YouTube 的标题、说明、缩图一次到位，还可以像这样子直接指定它的起讫播放时间。我们现在就马上来看一下吧。首先找到你要的影片网址，按右键复制。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是属于你要放的哪一个主题里面。例如我想要放在物联网里面，我按下新增单元。在它的单元类型里面有很多，那么我们就先使用预设的第一个影片。接着我把 YouTube 网址贴上，这个时候它就自动帮我抓到影片的标题，按一下就可以自动加入。接着我们可以直接指定影片的播放起讫点。您看一下影片的说明也会自动加入进来。另外呢，单元的缩图也直接加入了。在设定完成指标的部分呢，这个其实您可以不用设定，因为这个主要是给同学作为自主学习的时候所需要用到的，但是我们在欧哈云端教室里面不会用到这个部分。您只要按下储存成草稿，这样一个影片教材就自动加入。您可以看到缩图进来了，影片的长度也帮您计算好了。如果呢，您有使用 YouTube 播放清单，或是您有看到别人已经整理好的播放清单，在 OneNote 里面也可以一次就把这些影片全部一次加入。首先一样，请您选择 YouTube 的播放清单，回到我们的 OneNote 之后，您按下加入，选择 YouTube 播放清单，将您的清单网址贴上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可以马上看到它已经帮我们找到了里面的所有的影片。您自行来决定哪些影片我需要加入的，按下加入，这样就一次完成了。所以在 OneNote 里面要加入影片的教材真的非常方便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怎么在影音教材里面加入题目。您进入编辑的模式之后，您可以把影片的题目出在这个地方，它可以是问答题，也可以是单选题或是复选题。您只要告诉他您这个题目要出现在影片的什么时间点，
以及它的选项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它的题目编辑器呢，您很自由的可以插入图片，可以来自云端硬碟的档案，也可以做一些基本的文字样式的设定。那如果呢哪一个是正确解答，您在后面把正解勾起来，这样就 OK。以这个来说，它目前勾2个，就代表这将会是复选题。如果呢您都没有加入任何的选项，对 OneNote 来说，这就是属于问答题。目前呢 OneNote 并没有限制您在影片里面可以出题的数量，所以您可以很自由的去增加进来之后，按下储存成草稿就 OK 了。现在我们就来实际操作看看咯。按下编辑，找到题目，新增题目，把您的题目加入进来，设定它所要出现的时分秒的位置。我们在这边，我把它出现在40分钟0秒钟。那加入我们要出现的选项。设定好它的正确解答，存成草稿，这样一个题目就 OK 了。您后续呢可以增加第2个、第3个，时间只要到了所指定的时间点，它就会自动停止并出现我们所指定的题目。您也可以在 OneNote 里面新增单选题或是问答题，拿到欧哈云端教室中使用。在 OneNote 里面，投票就是单选或是复选题。那这里还有您所看到的问答题。这边我们先以投票为主，按下存成草稿。例如，我有一个单元名称是想要询问同学你用什么设备上网，那题目呢一样的就出在这边。您在这里就可以选择复选或是单选。因为欧哈云端教室只支援单选，所以您在这边可以直接选择单选加入您的选项。这样就完成了。接着就按下存成草稿，这样您的投票题单选的部分就完成了。如果您的教材是来自于网页上，那么您也可以从这边把网址复制起来。接着我们就进到 OneNote 里面，来按下加号新增单元，选择网页的类型。接着只要把你的网址贴上，它就会自动抓到我们的网页的名称。那如果呢，这个网页是允许开在 OneNote 里面的，您会发现它就直接出现在我们 OneNote 的下方。当然，有部分的网页是不允许直接开在 OneNote 里面，它会显示必须要另开视窗才能够看到网页的内容。一样的，按下存成草稿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教材加入到 OneNote 里面来。如果您的教材是来自于云端硬碟，您必须先授权 OneNote 能够存取您的云端硬碟。您可以按下右上角名称这边呢有一个管理云端服务，绑定您的云端硬碟。完成之后，我们现在在这边新增单元，一样选择网页。进入之后，你会看到很熟悉的云端硬碟的图示，由这个地方按下去，就能够直接开启您的云端硬碟档案。您可以从这边把档案上传到您的云端硬碟，也可以直接存取您云端硬碟内的档案。只要是云端硬碟支援的格式，
包括 Office 的文件，或者是 Google 文件、Google 简报、PDF、MP3， 甚至是影片档案，通通都可以。这边有一个要请大家注意的，如果您想播放的是像这样子的影片档案，这边呢就没有办法像我们之前 YouTube 影片一样，有支援直接指定播放时间的起讫点，以及新增测验题目的部分，它就单纯的只有播放影片。选择完成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 OneNote 教材里面来了。一样按下存成草稿。当您的课程建立完成之后，请记得一定要按下右上角的发布。未来如果你有做任何的增修，也记得一定要按下这个地方，因为呢，这样它才会把新的内容或者是更正的教材部分正式的更新，我们在欧哈云端教室也才可以存取得到。在您按下发布的时候，您可以决定这是属于公开课程还是非公开课程。如果您选择非公开课程，您会发现课程的右手边锁头就会变成是红色的锁住状态。此外呢，你也可以帮我们的课程设定一个缩图，在 OneNote 里面已经有内建的一些缩图供您做选择，您也可以自行上传。记得如果有任何的更新，一定要按下发布。现在您就可以回到欧哈云端教室，进入数位教材，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找到您刚才所建立的教材档案。如果是欧哈云端教室有支援的题型，您可以直接从这里选按。那如果呢，您的是属于 OneNote 那边才支援的类型，请按右手边的这个箭头，就可以用 OneNote 的模式来打开。